不用，我是说就想蓝湛你陪我躺躺。蓝忘机刚起身要卷起他裤腿，便被魏无羡一把拉住，可那欲盖弥彰的一举一动还是引起了他的怀疑，略有强硬的去卷起那裤腿，惨白细瘦的腿上，膝盖上淤青一片，破皮的地方红肿发黑，一看就是淤血在里面未能及时化开。蓝忘机轻触上去的指尖都有些发颤，只觉得刺眼无比，何时摔成这般，他竟然一点也不知晓，没发现。蓝湛我没事，只是有些心急，起身摔了一下，一点都不疼。魏无羡想把自己的裤腿给拉下去，却被蓝忘机紧紧握住手，不能动弹。不疼，真的一点都不疼，都是血肉的身体，哪里又会不疼？是我的错，没看顾好你。蓝忘机眼中满是对自己的责备，心心念念疼了这么久的人，摔成这般，只觉得心疼的厉害。可这人还笑着安慰自己说不疼。蓝湛，不怪你，是我。话没有说完，便被蓝忘机死死地堵住了嘴，温热的唇上是淡淡的清香。随后他才把头埋在魏无羡细长的脖颈处，感受到那跳动的脉搏，才让他几分心安。之前他以为他醒不过来时也总会这般。魏婴，日后疼了痛了说与我听可好，别再偷偷瞒着，我会怕，真的会怕。好。清凉的腰高附和着蓝忘机轻柔的手，魏无羡腿上不再那么生疼，可随着蓝忘机渐渐带了力气的按揉，还是不免又疼了起来。看着他强忍的笑意，蓝忘机真的恨不得这些罪是自己来承受，可淤血不化开，恢复总是很慢，他只能尽力的去放缓力道。魏婴，这2日不许再随意走动下床了，想去哪里和我说。好，很疼吧？日后要乖些，疼了就叫出来，在我面前无需憋着忍着。是疼，但是没昨晚疼。二哥哥这里也疼，疼死了。也只有魏无羡这样的人，这般模样还打趣着人。在他把蓝忘机的手拉到自己身后的时候，魏婴你，哈哈哈哈哈，二哥哥你这模样真好玩，好玩，好玩。心跳加快，耳朵发烫的蓝忘机看着笑得这般明亮开心的人，一时间那些窘迫也消失了去。他的魏婴总有这个能力，有时候明明是不开心让人心疼的事，他却能把所有的开心和欢笑都给自己。这几天谁也没说那些忧心的事，一切都好像是平平常常的温存。不过魏无羡已经清醒的事传了开，自然而然那些从前喊打喊杀的世家，一一都想来拜访一二。虽然阴虎符已经毁去，可他研究出来的那些符篆术法和让人闻风丧胆的诡道之术，还是让他们想几分讨好，得到些什么好处，却都一一被蓝忘机拒挡在蓝家门外。这半年多隐于蓝家的照料，人人都不说，却也心知肚明两人之间的不寻常，只是没谁敢点破而已，也没谁敢得罪现如今的蓝家。同样拒之门外的还有江城，听闻魏无羡醒来，他便再一次来了蓝家。上次的无意之伤让他这段时间都不大敢涉足这里，可既然醒了，想必也无甚大事了。有些事总要说清楚，迟早都要说清楚的。魏无羡精神还是不怎么好，刚睡下没多久，门生便匆匆而来。蓝忘机轻关上门出去，听闻又是江城之后，只觉得说不出的气闷与怒火。他看了看屋内睡熟的人，手中的臂辰捏得死紧，毫无意外又是一场激烈的打斗，两人都看对方不顺眼，下手自然招招狠厉。不踏实中醒来，魏无羡没有看见熟悉的人，轻唤了声蓝湛，随声进来的却是蓝家门生。他几分疑惑地看着来人，问到蓝忘机的去向，若非急事。蓝湛一向对他的照料，从不假借于人手，见他支支吾吾不说话，便要起身出去一看究竟。他看着那门生伸过来的手，以为是要搀扶自己，手刚伸过去，便闻到一阵异香，只觉得一阵不好。魏前辈，好久不见呐！这声音带了些许熟悉，可魏无羡来不及多想，便失了意识。再醒来是在一个黑漆，只见透进来些许光芒的山洞里。这掳人的也算几分良心，还知道给他身下铺点稻草。他的头脑还是几分混浊，可却也隐隐看清楚坐在火堆旁一身黑衣的人。醒了，薛洋。魏无羡一眼就看了出来，怪不得如此熟悉。自从被小星辰将此人抓住公开处刑后，人人都以为他死了，没想到却还活着。他与他并无什么仇怨，如今莫名把自己掳来，倒不知是何事。但他现在担心的不是这个，而是蓝湛发现他失踪了，该会是多着急，还是说魏前辈记性好，不过几年却也还记得我。
什么前辈不前辈？谁是你前辈？把我弄到这个鬼地方，你想做什么？修炼鬼道第一人，奇门异术皆通，你我年岁差不多，却也可称得起一声前辈。阴阳怪气，前辈别动怒嘛，我知道你想回到蓝忘机那里，等前辈帮完我这个忙，我保证原封原样把你送回去。他等了许久才等得这个机会，在江城和蓝忘机打斗之时，把清醒过来的魏无羡掳走。之前谁都以为他醒不过来了，如今既然醒来，那就必须帮自己这个忙。帮不了，怎么就帮不了？魏前辈可以把死去的温宁复活，那我想再复活一个人，也不是什么难事。魏前辈侠肝义胆，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说罢，他拿出锁灵囊，让魏无羡看了里面灵石，什么人的灵石碎成这般？看着这碎得乱七八糟的灵石，魏无羡只觉得心头一震，他从没见过碎成这样的灵石。你不必管谁，只管帮我复活这个人就行了。碎成这样，谁都救不了，去世救不了。且不说灵石碎成这般，如今他这半分怨气也无，破坏的彻底的身体更是无能为力。怎么就救不了温宁？不也活了？我也可以和魏前辈一起探究一二的。温宁之前并没有死，而这个人这般模样，谁都无能为力。那就等魏前辈什么时候想出办法，我再放你回去。或者说用点特殊的办法让你答应。薛阳凑近魏无羡，把捆住他的绳索再次紧了紧，笑得瘆人。他知道魏无羡毁灭阴虎符之后便元气大伤，却还是不大敢放松警惕，说了帮不了就是帮不了，你这个人怎么啰里啰嗦的，惹人烦。话未说完，他胸口便一凉。薛阳扯开他衣襟，用一把精致的小刀在他胸前轻点着。魏前辈还是不肯和和气气，和我一起探讨办法吗？之前我在温家时有幸见得一种惩罚人的方法，用锋利的小刀轻轻的一片一片薄薄的剔人血肉，却不致死，人可以看见自己的肉一片片被剔下来，堆在桌上。听说胸前的肉最为疼痛，你说我剔够一碗，送去给蓝家二公子可好？他对你可真是在乎呢，想想就应该很好玩，别那么血腥嘛。魏无羡胸口一疼，不是那一下很厉的疼，而是慢慢的一点点撕裂的疼，如同被鬼魅撕咬一般。他疼的说话都带了些颤抖，冷汗连连。所以魏前辈还是想再玩玩吗？薛阳阴邪的笑容下带了几分狠厉，手下慢慢使劲，他可以慢慢的折磨他，直到答应自己为止。这么玩可不逗人喜欢啊。魏无羡强忍着痛意，勾笑着唇角看着薛阳，他倒是好久没遭这样的罪了，疼得发颤，嘴上也不曾松口半分。我也不喜欢，可无奈前辈不配合，可看前辈这样，谁见了都心疼。谢谢，我再等等前辈回复。一刀割完，他松了手，看着魏无羡鲜血淋漓的胸口，笑得越发残忍。就这样看着他，他不想他一次疼完，要等人缓过了再突如其来的一刀，这样才会更加有趣。